不过他瞪了你好几眼。这门课选的人这么少，可不就是因为教授打分出了名的严吗？要是让他记住你，平时分估计就没了。哈，我去年和你一样，结果期末挂了，今年只能重修，再考不过就只能延期毕业了。这都第8周了，死心吧。哎，我朋友约我吃饭，先走了啊。回来挺早啊。这么惨？由于不明灾害的影响还在继续，原定于今天开始的预选赛将被推迟。珊瑚岛吧。不知道啊。我看网上有人说，10几年前东欧那块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全世界一共死了几千万人呢。不过消息都被封锁了。轮到就轮到呗，运气不好能有什么办法？反正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就算死了，也只会变成报告上的一个数字。天哪，我这句话说的真帅。那倒也挺不错，不过最好等我打完这局。嘿嘿。
少女正在幻境中冥想。提供幻境的装置叫做须弥芥子，是一位先行者在2年前给予她的馈赠。而冥想的伙伴，则是那象征着天命最强女武神的武器——黑渊白花。这是一柄危险而又高洁的武器，死与生的力量在其中彼此相生，又泾渭分明，一如人世间的孤独与牵绊。武器的上一任主人名字叫做 Cecilia Shaniat。5年前，旅行的伙伴让少女对这位前辈产生了兴趣。数年之后，他的主教又令人震惊地讲述了圣血与空之律者的来历。就结果而言，不知从何时起，少女就不怎么在一般任务中使用黑渊白花了。并非武器难以驾驭，少女的崩坏能抗性非常出色，又练就了一身如臂使指般的娴熟枪法。也非少女傲慢轻敌，事实上，即使只是简单的过招比试，她也更愿意使出全力，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对手的尊重。当然，更不可能是因为女武神之间那些不吉利的流言。的确，黑渊白花此前的历任主人全部死于非命，比卡斯兰娜家族的天火圣才还要过分许多。可武器就是武器，任何人都必须在战场上面对死亡。这和具体使用什么武器，并没有战术层面之上的联系。不，少女那份小小的不情愿，并非由任何负面因素而起，倒不如说是一种唯美的距离感，不断阻止着女武神幽兰戴尔将神之剑黑渊白花用于实战。在内心深处，她需要不断的确认，自己是否能真正触碰到那种如风如诗、如歌如写的彼岸之境。而在此之前，比安卡幽兰戴尔阿塔吉娜只不过是从原主人手中借用着这柄武器而已。抱歉打断您训练，幽兰戴尔大人。丽塔，发生什么事了？有一组奇怪的报告。这是……对，就是他把这些彼此无关的社会事件串联了起来。伦敦的地铁事故，贝尔格莱德的仇杀事件，法兰克福的金融事故，加尔各答的失踪事件，布隆方丹的纵火事件。这些看似彼此毫无联系的社会事件背后，却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这种奇怪的、属于崩坏的线索。而且，除了贝尔格莱德的那起仇杀案是当地警方主动联系我们之外，其余的4起都是因为有天命的相关人员牵涉其中，在机缘巧合之下才发现了蛛丝马迹。这里提到了，当查令十字车站出现列车追尾事故时，女武神苏珊娜正好在当地组织协调升级崩坏能传感器的工作。她所携带的专业级设备发现了遗留在列车残骸之下的2号证物。所有事件中提取到的线索都已经交给了圣妖504研究所进行分析。不过令人不安的是，根据长光所长大人的说法，既然我们的报告里收录了5起这样巧合的事件，那么按照概率计算，
可能已经有500起、5000起类似的事件在全世界发生过了。这简直像是传染病一样啊！是的，长光大人认为我们正在面对一种全新的未知事物。他警告说，如果我们不能动员天命的各个大小支部一同协助调查此事，未来可能会有非常糟糕的事情发生。这种时候，要是能联系到主教就好了。如果是他的话，不，身为他的代理，我们也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做到最好。您有什么想法了吗？首先，当然要尽可能的支持长光。你我都不是专业人士，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信任研究所的判断。另外，将相关的资料和进展全数同步给世界蛇和逆商，不要做任何保留。世界蛇目前和我们处于同盟关系，这样做没有任何问题。可逆商，如果现在主教站在这里，他一定会禁止我们这么做吧？但我们并不是他，我们既不可能像他那样运筹帷幄，也不可能像他那样独断专行。既然如此，模仿他的行为方式就毫无意义。在他下落不明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必须靠自己的方式来与崩坏做斗争。明白了，情报分享方面的工作，我会和琥珀一起跟进的。现在我们这里还是上午，从时差的角度来说，薛定谔博士的那些朋友们，或许很快就没法睡个好觉了。喂，醒醒，已经早上了。希儿，希儿，真没办法。喂，希儿，睁一下眼。刚才这是第4个人了吧？问你刚才惨烈的尖叫是怎么回事？还不是因为我一睁眼就看到枕边有只毛毛虫，你明知道我最怕这个了。啊？怪我？是谁昨晚睡前信誓旦旦说今天要早点起床给那群小鬼念故事的？我是很感激你叫我起床了，但就算这样，也还有别的方式吧？我都叫你好几遍了，还能有什么办法？我又没法歇你被子。唉，当然，交换人格由我来代替你去跟那群小鬼玩玩，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还是算了吧，上次你突然出来代替我，1万都被你给吓哭了。谁叫那个小鬼偷偷说你坏话的？别以为压低声音我就听不到了。啊，你说什么？没什么，我说我讨厌跟小孩打交道。接下来交给你了。是希儿姐姐，希儿姐姐，早上好。早上好呀，大家今天想玩什么呢？要不要听昨天没念完的？爱因斯坦博士，您找我吗？进来吧。请稍等一下，让特斯拉博士把牢骚发完。那群老顽固根本没法沟通，只会翻来覆去讲一堆车轱辘话，气死我了！希望你没有当面这么称呼联邦参议员特斯拉博士。事故原因有定论了吗？我已经把那些机甲全部从头到脚检修了一遍，没发现任何问题。但在直播演讲中，忽然有一台安保机甲冲上演讲台，对发言人破口大骂，确有其事。当天观看直播的民众都可以证明。哼，说实话也能叫骂人吗？胆小怕事，见利忘义，这不是句句属实。对此我不予置评。但即使装备了语言模块，安保机甲能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这事，绝对不符合程序逻辑。
依我看，80%是他们自己操作失误，20%是别有用心，想栽赃我们。栽赃？他们说了什么吗？还不是老调重弹，说我们收容绿者的手段太宽松，让空之绿者自由行动是对联邦人民的不负责任。我反复告诉他们，提安娜没了征服宝石后，状态已经稳定下来了，也能控制自己的力量，可他们就是不信，甚至还说这次机甲事故就是空之绿者的阴谋。拜托，他们真的明白绿者是什么吗？也就是说，你认为是他们有意制造此次事故来抹黑逆商，然后借故施压，目的是涉足甚至接管 Kiana 的保护工作？肯定是这样。那批供应给国会的机甲可是我亲自经手的，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可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直播事故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远比我们大，这不是他们一贯的做事风格。哼，谁知道呢？反正看我们不顺眼的人多了去了，不多这一群。什么？现在？行吧行吧，鸡窝头，那群糟老头又来找事了，我去应付一下，之后再联系你，拜拜。啊，抱歉，让你久等了。特斯拉博士很辛苦的样子呢。不用担心，这不是他第一次被国会请去谈话了。他性格耿直，脾气又暴，反而一次都没在那儿吃过亏。总感觉更担心了。博士找我是有什么任务吗？与其说任务，不如说是我的私人请求。下个月7月3号是逆商正式成立的60周年纪念日，我们打算当天晚上在基地里举办一场派对，算是鼓舞士气吧。毕竟这几个月发生了太多事，所有人都紧绷着神经，也需要找个适当的机会喘口气。原本派对相关的采购工作是特斯拉博士自告奋勇包揽下来的，但如你所见，他短时间内恐怕都回不来了。这是他留下的采购清单，所有东西都能在盐湖城买到。如果你有空的话，希望能代替他完成这项工作。啊，当然可以。爱因斯坦博士要是有什么想买的，也可以告诉我。特斯拉博士走之前对大家再三强调，禁止我插手这件事。原因是他对我的审美倾向颇有微词。当然，我认为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重伤。虽然不太明白，但我知道要做什么了。希尔会加油的。大致就是这样。爱因斯坦博士和特斯拉博士的相处模式真的很神奇呢。他们一直这样，习惯就好，挺有趣的。不过，希尔要去盐湖城采购吗？怎么了，布朗尼亚姐姐？没事，只是有个小忙想拜托希尔，不过待会儿再说吧。好。上次训练强度比较大，希尔身体还疼吗？今天我们稍微减轻一些难度吧。没关系的，我有好好休息，已经恢复了。今天还是维持上次的强度，不，再加10档吧。那就到最高强度了，吃得消吗？我想试试看。布朗尼亚姐姐放心，我不会逞强的。明白了，有困难布朗尼亚会帮你。训练模式启动。什么？这就是最高强度？一群破烂，我一只手就能捏碎它们。这只是训练专用机啦，所以才这么千疮百孔。如果你诚心诚意来求我，我来替你战斗也不是不可以哦。那就没有训练的意义了呀。啊？你耍什么帅呢？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和希儿一起玩吧。喂，你这不是完全不行吗？别逞强了，换我来吧。不，我还能再坚持一下，我可以，我一定可以的。哈？你要把自己搞受伤了，我也要跟着遭殃的。不理我，哼，行吧，不管你了。在黑暗中沦陷吧！成功了吗？太好了！希儿，做得好！哇哦！好吧，好吧，好棒哦！希儿最厉害了耶！希儿，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没事，只是稍微有点头晕。你嘴唇都发白了，可能是低血糖。说着不会逞强，这不是相当逞强吗？越是接近极限负荷的训练，越能激发潜力。布罗尼亚姐姐上次差点受伤的时候，不就是这么说的吗？那是因为明明姐姐自己也一直在跟着瓦尔特先生艰苦特训，希儿都知道的，所以我也想更努力一点，成为能站在姐姐身边和姐姐一起战斗的人，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好。我想替姐姐，替大家分担责任。希儿，对不起，怎么偏偏挑这种时候破坏气氛？果然希儿就是希儿。走吧，低血糖的时候更该好好吃饭。还好赶上了，差一点食堂就关门了。对不起，布罗尼亚姐姐，都是因为我耽误了时间。能赶上就好，这个时间点人少也挺好的。说的也是，这会儿好像都没人了。那是提安娜。请问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吗？是你们啊，这里没人，坐吧。提安娜，今天只吃这么一点吗？今天没什么食欲，平时不是这样的，没事啦。你们刚训练完吗？布罗尼亚在教希儿一些战斗技巧。我还是第一次和提安娜小姐一起吃饭呢，认识了这么久都没怎么说过话。叫我提安娜就好，我也直接叫你希尔，可以吗？当然可以，大家都是这么叫我的。相互直呼名字的话，一下子就亲切起来了。说起来，我以前都没在食堂遇到过提安娜，是吃饭时间不一样吗？我一般都这个时间来。这样啊，特意避开了高峰期吗？是不是训练太辛苦了？提安娜，班长那边情况如何？还是没有找到石之律者的痕迹，他说他会继续追踪下去。这样啊，石之律者自那以后就音讯全无，也再没发生过类似太虚山的灾害。天命，奥托说的话能信吗？石之律者出现后，奥托就失踪了。据说现在是尤兰戴尔在带领女武神部队的指挥。面对这种情况，
逆商和天命在无形中达成了一种默契，双方暂时休战，并进行最低限度的情报交流。眼下我们能做的，只有及时处理最近频发的崩坏事件。德丽莎学院长担当了罗萨利亚和莉莉亚的导师，出击时也会带上他们锻炼实战能力。那对双胞胎虽然热心，但却很难管教，学院长头疼的不得了。总感觉看到了过去的我们。大姨妈总是这样，嘴上说不擅长教育小孩子，其实专业的很。完全插不上话。那不是当然的吗？你跟他们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可是他们都很照顾我，只是因为我不了解他们在讲的事，才会说不上话。只要努力加深理解，我一定能和更多人成为好朋友。对了，提安娜，你明天是不是要去盐湖城？是啊，最近接到了几起机甲无故失控的报告，人手不足，博士让我去看看情况。那刚好，希尔明天也要去盐湖城，你们可以搭一辆车。哎，好啊，那我先回去准备了，明天见，希尔。明天见。难道说这就是布罗尼亚姐姐之前想拜托我的事？希尔真的很敏锐呢。抱歉，没经过你的同意就擅自做了决定。这没什么，能和 Kiana 一起出门，我也很高兴呀。也是因为这样，布罗尼亚才想拜托希尔陪 Kiana 去散散心。我吗？可是布罗尼亚姐姐和 Kiana 相处更久，了解更多吧？有些话就是因为太过了解，所以才说不出口。哎，最开始 Kiana 是和我们一起来吃饭的，但同一时间来食堂的还有很多逆商员工。他们在看到 Kiana 时，Kiana 附近的几张桌子总是很空旷，就算爱因斯坦博士主动坐在他旁边也是一样。可是 Kiana 明明能控制自己，也在很努力地保护大家。这些事我们都知道，但对于普通人，忌惮和担忧都不是能轻易克服的感情。所以 Kiana 没有辩解，而是选择退让，避开了人流。他当然不会在意别人的目光，只是不想给现状增添额外的变数。难怪刚才布罗尼亚姐姐打断了我，是不想让 Kiana 谈论这个话题吧。Kiana 真的变了，变得成熟、冷静，也不再把什么都憋在心里。但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变得更多。我们的想法她都明白，她现在更需要的是来自其他人的善意。居然考虑了这么多，果然布罗尼亚姐姐才是可靠的大人，我还远远不够。希尔有希尔的优点，希尔心思细腻，善于共情，总能察觉到别人察觉不到的事，所以布罗尼亚判断把 Kiana 交给希尔是最合适的。希尔应该更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点，更自信一些。毕竟当初布罗尼亚的世界也是被希尔改变的。布罗尼亚姐姐，我明白了，交给我吧。到得早了些 ，Kiana 还没有来吗？还有些时间，去和另一个我聊聊吧。你躲在这里呢？好像从昨晚开始，你就不怎么出来了，是有什么心事吗？不关你的事。你好像心情不太好，有什么事可以说给我听听？没有，没什么。布罗尼亚姐姐说，有些话就是因为太过熟悉才说不出口。当时我就在想，或许我们之间也是这样，我们了解彼此，所以反而不能坦诚相待。你在烦恼的事，也不愿意告诉我。都说了没什么。喏，你的新朋友过来了，别发呆了，
去陪他吧。你愿意告诉我的话，我随时都在哦。久等了，希尔。怎么，刚刚在发呆？没什么，稍微有点走神。那就出发吧。好多人，街上也张灯结彩的。听特斯拉博士说，下个月的4号是独立日，各地都会举行很大的庆典。改天有时间，你可以拉上布拉尼亚来玩。这样啊，节日和庆典吗？到处都热热闹闹的，真好啊。提亚娜的表情比在基地里轻松了不少。果然布拉尼亚姐姐说的对，应该带她出来散散心的。不说这个了，我们办正事吧。我和对方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会儿，先陪你去采购吧。一起去吧。采购清单上的第1项是鲜花。您好，我想预定一些鲜花，下个月派对上用，当天会有人来取。请问需要什么样的花呢？我想想，粉玫瑰、红百合加青梅配草和尤加利叶。小姑娘知道的好详细啊，难道是同行？我只是喜欢花啦，只要看着漂亮的花，心情就会变好。是呀，我也是因为这个才会来开鲜花店的。小姑娘既然这么喜欢花，这2只百合就送你们好了。哇，真漂亮！谢谢。接下来是派对上必不可少的蛋糕。好香的味道。是今天现做的哟，小姑娘，要不要来一块尝尝？哇，每一块看起来都好好吃，都不知道要挑哪个好了。小姑娘真会说话，你随意挑，给你打8折。真的吗？太好了，谢谢你。希尔，你或许真的很有买东西的天赋。然后就是派对上的装饰品了。果然还是气球最有气氛。小姑娘，来看看要买点什么？您好，我想买些气球去装饰一场派对，正在找有没有合适的店家呢。哟，办派对？那小姑娘你可是大客户呀。那老板，你这儿有那种长条的气球吗？气球还有长条的？就是那种可以捏出好多形状的，孩子们和特斯拉博士一定都很喜欢。有，当然有。我看小姑娘你也别去其他地方了，全都在我这儿买的话，我多送你2袋。真的吗？老板人真好。小事小事，下次办活动记得还来我这儿。总感觉看见你，这些店长都不想做生意了。难怪爱因斯坦博士总是指明要你去买东西。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我们很穷，那个时候只买得起很小的蛋糕，只能在橱窗前眼巴巴地看着各种形状各异的点心。后来，蛋糕店的姐姐偷偷塞给我一盒星星糖，我带回去分给孩子们，大家都可开心了。我总是被各种各样温柔善良的人帮助呢。那一定是因为希尔也是温柔善良的人吧？我没那么厉害了，不过我想成为那样的人。采购这样就差不多结束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完成 Kiana 的任务。哇，居然白天就在放烟花！是庆典的彩排吧？那些负责烟花表演的机器人，就是报告中提到的机甲。博士发明的机器人还真是厉害，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总觉得哪里都能看到。我听布罗尼亚说过，逆商和国会高层原本就有合作，协助处理崩坏相关事务。一般人恐怕想不到这些机甲原本的用途吧。毕竟为了不引起民众恐慌，有关崩坏的情报必
并不像一般民众披露，都处理成了意外灾害。不过现在就不要讨论这些了，我们走近点去看看。独立日庆典，独立日庆典，啤酒免费畅喝，还有摇滚乐队现场演奏。哇，天哪，快看！发传单的工作人员穿的玩偶服是布洛尼亚姐姐最喜欢的侯姆。好可惜啊，布拉尼亚在的话，说不定会想去合影呢。她真的很喜欢侯姆。二位要来参加独立日庆典吗？美食节、摇滚 live、烟花表演应有尽有。来，这份介绍您了解一下。谢谢。看起来不错呀。等忙完了这阵，你们可以一起来玩玩。天哪，也一起来吧，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的。我先去找这里的负责人，问问报告上是怎么回事吧。怪了，天哪，怎么样了？负责人说，提交报告之后，机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问题。他现在怀疑可能是自己看错了。不过保险起见，我还是联系了维修人员，他们明天过来回收机甲，做个全面检修。看彩排的情况，好像确实没什么问题。如果真的只是误会就好了。希望是吧？不过这样一来，任务就提前结束了。接我们回去的车晚些时候才会来，要去汇合点等着吗？难得有这么一段空闲时间，不如去那边的咖啡店走走吧。刚才路过的时候，看到了他们家的巴菲，很好吃的样子。巴菲啊，很久没吃过了，去坐坐吧。好吃！天哪，你也尝尝，喜欢这个味道吗？好吃，这个奶油和曲奇的口感搭配真是恰到好处。果然休息时间的甜点是最治愈人心的呢。要再点一份吗，天哪？我推荐那边的芒果千层，闻起来就很甜。那就再来一份吧。谢谢你，希尔，这么照顾我。是布拉尼亚拜托你的吧？暴露了吗？很有他的风格呢。我明白他不想让我有压力，所以才绕这么大的弯子，真是不好意思啊。布洛尼亚姐姐挺担心你的。她从前就这样，明明自己要接受逆商盟主的训练，比我更辛苦。回去前给她带点礼物吧。我想想，要不去找刚才穿红母服的人拍几张照。布洛尼亚姐姐一定会喜欢的。天哪，如果愿意的话，你有什么烦恼都可以说给我听哦。你们是在介意昨天的事吧？没关系啦，毕竟我确实是空之律者，体内住着名为西灵的怪物也是事实。大家相信我是因为了解我，但不能强迫每个人都这么想啊。西灵，是我体内的另一个意志，真正的空之律者。另一个，即使是此时此刻，他的意志也在不断地冲击着我，企图夺走核心的主导权。不如说，他才是这颗核心原本的主人，我才是后来者。但是，我不能把核心交给他。他危险、狂暴，一心要毁灭人类。在这之前，已经造成了多次可怕的灾难。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再次发生。而且，现在我还有另一道保险。这个手环会实时监测我的身体状况，如果超过了稳定阈值，它就会发出警告，并上报给基地。收到警报后，逆商会立即采取行动，我也会尽量传送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如果我还清醒的话，别担心，这个手环是我自愿戴上的，有了它，我也能安心许多。天哪，真的很了不起呢。这是我应该担负的责任，我不会逃避。而且牙医，我和布洛尼亚的另一个朋友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虽然他当时佩戴的装置更为极端，但我想体会他的心情。天哪，哎呀，不知不觉说了好多话，但也确实轻松多了。谢谢啦，希尔，多亏了你，
我感觉好多了。怎么会？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提安娜却独自拼命努力了这么久。我以前一直很害怕，害怕西林，害怕自己选择一个人躲起来。但现在不会了，因为我知道有你们在。明明大家都在帮助我，我怎么好意思再逃避下去？我们都相信着提安娜。怎么了？外面好像吵吵闹闹的。好像有人在喊救命。喂，大家快躲起来！广场上的机甲全都包走了，正在朝这边冲过来。怎么会？刚才我们去的时候，不是还一切正常吗？看来现在没空探究原因了。希尔，我们去拦住那些机甲，掩护民众撤离。是。来和希儿一起玩吧。太好了，看来最近的体能训练还算有效果。天哪，你那边怎么样？全部解决了，万幸，失控的是烟花演出用的机甲，没什么破坏力，没有人受伤。谢谢大姐姐。你是？妈妈说要好好道谢才是好孩子，刚才是姐姐救了我。咦，姐姐你的眼睛受伤了吗？两只眼睛颜色不一样哎。是不是很漂亮？这位姐姐是魔法师，刚才她也是用魔法的力量救了你哦。哎，好漂亮！姐姐的眼睛就像宝石一样。那小妹妹你看好了，姐姐的眼睛还能变成其他颜色。当当！哇，好厉害！我长大了也能学会魔法吗？只要你一直当个乖孩子，一定可以哦。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回家帮妈妈做家务。姐姐再见。谢谢。我没做什么啦。现在去看看机甲的情况吧。这是刚才给我们发传单的人穿的玩偶服，被撕得破破烂烂的。他没事吧？没有血迹，玩偶服里面是空的。等一下，有东西掉出来了。钥匙，上面还有公寓的门牌。他应该逃走了吧？不过丢了公寓的钥匙很麻烦。反正还有时间，要不要去还给他？正好可以问问他事件当时的情况。你说的对，不过我要先去找这里的负责人了解一下事件详情，之后要汇报给逆商。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吧。好。对了，刚好有时间，去找另一个我商量一下。你今天格外安静呢。不是挺合你意的吗？不打扰你和你的新朋友。才不是呢，你不说话，我都不知道该去找谁商量问题了。商量什么？刚才的事有点蹊跷，我隐约觉得不太对劲，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也没什么发现，那堆机甲像是自己动起来的，没看到有人在操作。好吧。另外，刚才 Kiana 的话你听到了吧？她很烦恼该如何对抗她的另一个人格，所以我在想，我们能不能给她提供点帮助？啊？毕竟对于控制身体主导权这方面，我们更有经验嘛。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在你眼里，我和那个叫西林的家伙是同类？我不是这个意思。危险，
狂暴、冷酷，你把我和那种家伙相提并论？不是的，西林一直在伤害提安娜，而你是在保护我，你们不一样。那你倒是说说看，在你眼里我究竟是什么？你是……喂，为什么偏偏这种时候沉默了？啊，不是的，我……行了行了，我早知道是这样。唉，算了吧，反正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没了我，你可怎么办？但是下次别再问这种问题了，我不爱听。对不起，你问我的事，我现在确实答不上来。不过我会认真思考，努力思考，拼命思考，给你一个答案。稍微给我一点时间。烦死了！提安娜，怎么了吗？抱歉，希尔，情况比我想象中还麻烦，我需要在这边继续调监控，预计要待上一会儿。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没事，我一个人就能搞定。你去找那个穿玩偶服的人问问情况吧，现在迫切需要现场的证言。负责人说他是这附近的大学生，叫约翰多伊，这里有他打工时登记的电子学生证，我发给你。我知道了。这就是学生证上写的学校啊。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是可可利亚妈妈教我们识的字。像这样和陌生人坐在一起学习，相互帮助，一定很有趣吧？坐在教室里不动有什么好玩的？你终于肯出来了。还不是看你一个人怪可怜的，只有我能帮你。你们好，请问你们认识学生证上的这个人吗？约翰多伊，没听过的名字啊。哎，你看，这家伙跟你是同一个系的。啊，没见过，不认识。谢谢啦。看吧，我就说，毕竟学校里那么多人，不认识也是正常的啦。您好，请问您认识学生证上的这个人吗？看院系应该上过我的课，不过我没什么印象了。谢谢你。你看，连老师也不关注他。唉，真不幸，没什么存在感的可怜虫。不要这么说别人呀。你好，请问你认识学生证上的这个人吗？啊？不认识。哎，等等，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啊，我知道了，是和我上同一门选修课的人。真的吗？对，因为我们这门课选的人少，教授经常会点名，基本没人敢缺课。但最近几次教授点名的时候，叫到这个名字都没人答，我还在想谁这么勇，这都敢不来。是说他没来学校吗？大概多久了？我想想，大概有1个月了吧，其他的我也不清楚了。谢谢你，姑且算是有了点收获吧。不过他为什么不去上课呢？说不定是被人欺负了，和某人一样躲在玩具箱里哭呢。就算你说坏心眼的话，我也不会上钩的。切，真没劲。你好，请问你认识学生证上的这个人吗？哎，认识啊，这家伙和我是室友。真的吗？我捡到了他的东西，想还给他。另外还有些事想问他。啊，那太不巧了，他半年前就搬出去住了。哎，他在外面租了个公寓，可能是为了兼职方便吧，偶尔会回宿舍拿点东西。不过我最近一次见他也是1个月以前了。明明要做兼职贴补生计，还在外面租公寓。这我哪知道，我又不是他妈，他没跟我说，我也没兴趣问。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谢谢你。看来只能直接去他的公寓了。说不定他刚发现自己钥匙丢了，正在公寓门口干着急呢。好奇怪啊，他明明在这里上了2年学，却几乎没有人见过他，连同院系的人都对他没有印象。人不都是这样，只对自己的事感兴趣，别人和我有什么关系？总觉得你今天比往常还要，不耐烦。哈？我？你哪儿看出来的？就是比平常更有攻击性，讲话也很直接。哼，不是要去问那个家伙机甲事故现场的情况吗？赶快去他公寓吧，大侦探希尔摩斯。好吧。没人呢，怎么办？要不要改天再来？直接上去用钥匙开门不就好了？说不定还能发现点见不得人的东西呢。那样的话，就更不能随便进去。公寓大门好像没锁，一推就……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别嚎那么大声了，反正没人在。希尔，危险！为什么这里会凭空出现逆商的机甲？先别管那些，专心应战。好像有一瞬间，眼前的景色变了，是错觉吗？我刚刚明明打倒他们了呀，为什么又站起来了？这副样子，看起来和刚才暴走的那些是同样的状态，都像是被控制了一样。难道是在阻止我们继续前进？也就是说，这座公寓里果然有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下非进去不可了呢。在黑暗中沦陷吧！机甲消失了。奇怪，地面上居然没有留下战斗的痕迹。那刚刚的是幻觉吗？总之，还是先继续调查吧。看门牌号，就是这间。对不起，打扰了。这是人偶，看起来好像坏掉了。别动！小心点，这屋子里有味道。味道？死亡的味道。谁？我是这里的房东，你难道是来找住在这里的那个孩子的？你是那孩子的朋友？我确实是来找他的。对了，房东太太，你刚才有听到什么响声吗？响声？没有吧，我就听到你们开门的声音了。啊？我们在那边打得要死要活的，居然听不见。不过，你们居然是来找那孩子的吗？唉，那可真是太不幸了。这孩子1个月前已经过世了。是呀，就是我报的警。
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像睡着了一样。可是我刚刚接传单的时候还……警方排除了他杀的可能，联系上了他的亲戚。亲戚只是把他带走了，一屋子东西扔在这儿也没人要。学校倒也来了人，叫我不要声张，说是怕影响升学率。唉，人都没了，他们居然在乎的是这个，可怜呐！家人不关心，学校不在乎。你既然是这孩子的朋友，就随便进去看吧。反正再过段时间，我也要把这里的东西清理掉了。唉，也不知道这屋还租不租得出去。好过分！果然没错，他说的是实话，这间屋子里确实发生过死亡。可是，刚才我们在广场上的时候还和他说了话，负责人也说他最近一直在那里打工。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一直有人冒充他。可是这么做有什么意义？难道是为了把我们引到这里？喂，大侦探，那人偶手里有东西。哎，真的？抱歉了，稍微借用一下哦。这是演出票。支配剧场，真是讨厌的名字。背面还有字：演出剧目，傻瓜杰克。傻瓜杰克，傻瓜杰克，痴迷南瓜的傻瓜杰克。他捧起心爱的南瓜，南瓜一口咬掉了他的头。这什么东西？听起来好恶心。是类似剧目简介一类的东西吗？但这样的剧目实在是……有种讨厌的感觉。希儿，你最好不要跟这件事牵扯过多，会变得很麻烦。牵扯不牵扯什么的，我只是想尽力多帮一个人而已。人都已经死了，你还能做什么？别管了，反正这也不是你的错。可是这样也太冷漠了。哈？如果当初没有 Bronya 姐姐，我说不定也像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至少我还能调查她死亡的真相。的确，这很可能是一个圈套，但也恰恰说明这背后或许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谢谢你，我知道你只是想保护我，怕我卷进麻烦里受伤。但我已经不是那个只会躲起来的希尔了。我不害怕受伤，也不畏惧麻烦。我不想让自己后悔。当然了，我也不会太过勉强自己的。这次的事件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会报告给逆商，共同分析解决，这样可以吗？希儿，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他不再需要你了。有谁长大了还会和玩具娃娃聊天？玩具娃娃最后都得被扔进垃圾箱里。我们都是不被需要的人，我们都是不该存在于这个世上的人，被讨厌，被疏离，被抛弃。这才是最适合你的结局，是最适合我们的结局。谁在说话？怎么了吗？你没听到吗？听到什么？没什么。你不是要去报告给逆商吗？赶紧去吧。谢谢你，愿意理解我。刚才的声音到底是……这是哪儿？有人吗？谁在那里？
从今往后，希尔就是大家的同伴了。好吵！希尔，这是幸马尔，比你早来一些，他会带你参观孤儿院的其他地方。搞不懂。干嘛呀？你一惊一乍的。刚才好像有个黑影。哈？哪来的黑影？来这路上坐长途车没睡醒呢？切，怪人。真不知道你们这些有钱人是怎么想的，竟然出300万美元买这个小女孩。他们口中的小女孩是……这是怎么回事？喂，别哭了，我们又不是打不过他们。这种小绳子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挣脱开的吗？你该不会无法运用这股力量吧？希尔，了不起啊！虽然我觉得应该让他们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不过这样干净利落倒也不错。好啦，现在你能说话了吧？快告诉我，我到底是……恶魔，什么？恶魔，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恶魔？你说的是我？这是……
这是布朗尼亚曾经的故乡。爸爸妈妈，这就是崩坏。啊，不对。这不是西伯利亚。那是……这都第几次了？起床吧。十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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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发，压线了，不过也是十环。很好。今天的体能训练和战斗训练，你也完美的完成了。体能测试甚至有一项刷新了记录，但是你是不是有些累了，布罗尼亚？或许稍微有一点吧。之后的训练计划我会适当做些调整，不过今天我们再进行最后一项训练吧。明白。来，给你。这是？知道这枪的型号吗？马卡洛夫，9毫米口径。很好，看来你对它很熟悉。小时候，或者说进孤儿院前吧，最常用的就是这个型号。后坐力小，体积小，质量小，很便于携带。好，现在把它放到一边。现在闭上眼睛，想象它的构造，具体到每一颗螺栓，
每一条膛线，感觉怎么样？没问题。那么，运用你理智律者的力量，开始构筑它吧，连同子弹一起。迟缓，非常完美。不过我其实没打算让你射击。抱歉，沃尔特先生，我没忍住。欢能理解。好了，现在试试这把。这次不要开枪。是。这是赫克勒科赫手枪，德国产的。再多的信息我不能告诉你了，先开始构筑吧。很好，现在开始拆卸吧，连同我给你的那把一起。发现问题了吗？结构不一样。没错，这款手枪的后座系统独具特色，当时只生产了400多把。你在运用自己的经验和理解补全这把枪的未知构造，这值得肯定。但在战场上，这还远远不够。有时我们需要通过有限的信息推测出敌人的弱点，对敌人构造的理解程度，直接决定了一场战斗的胜负。一旦使用过，便会形成记忆。理智律者全能的特殊性，使得这一解构工作变得更加轻松。但比起构筑熟悉的武器，更重要的是分析敌人未知的弱点。这才是属于理智律者的武器。明白了，布罗尼亚，再试一次。没问题，不过也别太逞强。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吗？好多了。没事的，使用理智律者的力量，往往伴随有副作用。构筑不熟悉的物体时，尤为如此。到室外走走，透透气就会好些。博尔特先生常来这里吗？这个观景台吗？偶尔吧。这里几乎能看清整个城市。是啊，像这样繁荣的城市，也会是他想看到的景色吧？他是指乔伊斯先生吗？不错，看来你最近在盐湖基地知道了不少事。乔伊斯，他是我所憧憬的英雄，也是一位好老师。他是第一次崩坏的幸存者，当时整个柏林都几乎化为了废墟。天命找到他时，他就处于崩坏的正中心。柏林的第一次崩坏。对，怎么了吗？你猜想的没错，那就是乔伊斯，第一任理智律者。可是，为什么我最近会看到这些？随着你不断使用理智律者的力量，你体内的律者核心会在一定程度上与你融合。这不是坏事，只不过这个过程会伴随有一些副作用。这其中就包括了你会看到这颗核心中的意识残影。意识残影是类似核心的记忆一样的东西吗？
准确来说不是记忆，只是人们意识的残响罢了。这么说吧，你想象一块半干的水泥地，你看到的那些，就是从这片水泥地上踏过的人们留下的脚印。虽然这些脚印看起来栩栩如生，但它终究不是活生生的人。从它上面踏过的人，已经死了。瓦尔特先生也梦到过一样的景象吗？没错，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会期待着梦境中的重逢。我有太多话没来得及对他说，我想在那里对他一吐为快，但我渐渐明白了，这不是他，不是真正的他，真正的他已经永远离开了。认识到这一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布罗尼亚或许明白这种心情，所以当我想念他的时候，就会偶尔到这儿来。这么说可能有些老套，但看着城市中繁荣的样子，就能感到乔伊斯的牺牲没有白费。你明白这种感觉吗？看着这世界美好的一面，就想到我们不能沉浸在过去的悲伤之中，这不是能够实现理想的方法，也不是长眠的他们希望看到的景象。意识的残响，也就是说，只要是体内有律者核心的人，都会产生类似的状况吗？包括牙医、班长，还有提安娜。没错，拥有多个核心的凯安娜更是如此。天哪！那个笨蛋，居然一次也没有和我们说过这些。真希望刚才瓦尔特先生的话，也能说给提安娜听听。最近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件，逆商机甲失灵，玩偶异常。我担心新一轮的危机正在到来。若真是如此，到了将来某个抉择的时候，我希望你布劳尼亚还有凯安娜，我希望你们两人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正确的决定。我知道你们失去了重要的人，但就像当年的我一样，我希望你们能够，你知道的，能够。放心吧，瓦尔特先生。布罗尼亚知道你想说什么。布罗尼亚已经接受了这一切，虽然不愿意，虽然会期待有其他的可能性，但还是接受了这一切。不知道这么说会不会有些无情，但布罗尼亚已经决定向前走去了。这也是在那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布罗尼亚学会的一件事：永远不要期待在雪地里能走回头路。风雪会将你的脚印全部掩埋，你只能向前。怎么了？旁边的观景台似乎有些吵闹。哎哎，快过去看看，隔壁开了一个露天雕塑展呢。在观景台上办雕塑展，真有情调。想去看看吗？今天就不了吧。啊，是什么东西的雕塑呀？
好像是一些外观很奇特的怪兽，我也只看了一眼。怪兽。还是去看看吧。这是崩坏兽。来来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奇珍异兽展，奇珍异兽展啦！传说中的妖兽、年兽、怪兽、魔兽，应有尽有，绝对真实，绝对是你没有看过的呀！哎，这边的家长，是带女儿来看奇珍异兽的吗？我这些展品是从哪里来的？哟，这位小姑娘对展览感兴趣吗？真是难得啊。不过我只知道我们受托帮一个组织举办一场露天展览，这些雕塑都是那个组织寄给我们的。啊，先说好，他们说过不准出售的哦。什么组织？这具体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大概就是某个崇拜这种神怪怪东西的俱乐部什么的吧。不过说实话，刚拿到这些展品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感觉毛毛的。虽说是没见过的东西，但看多了总觉得难受。哎，瞧我在和客人说什么呢？这大概就是奇珍异兽展特殊的魅力吧。你们必须马上关闭这个展览。为什么？这些东西很危险。这位父亲，我不太懂您的意思，这哪儿危险了？您看您女儿不还对他们挺感兴趣的吗？啊，我懂了。您放心，每个雕像背后都有承重杆的，绝对不会发生倒塌事件，更不会长脚跑来咬人的。这是雕像动起来了。什么鬼？发呀！奇怪，这些雕像没有任何能量反应。先专心应战，调查刘道之后。明白。这些崩坏兽打上去的手感很奇怪，就像打在了真正的雕塑上一样。小兔 ，ride on，ride on。发呀！这也太奇怪了，雕塑为什么会动起来？就和真的崩坏兽一样。或许这和最近发生的异常事件都有关。我们还是先收集线索，待会盐湖基地分析吧。哎，刚才那工作人员呢？看看能不能通过他追踪到供货的渠道。没找到，大概早跑了吧。我先叫人来封锁场地，我们基地里会合。明白。竟然会发生这种事，布罗尼亚姐姐没事，真是太好了。那种程度的敌人不难解决，但如果被普通人遇上，会有很大的麻烦。逆商正在努力调查流通崩坏兽雕塑的黑市，一经发现，立即当场销毁。盟主那边也在追查雕塑的供应链，目前已经确认，在生产这种雕塑的是同一座工坊，很快就能定位到具体地址。太好了，希望不要出现更多受害者了。哼，这些人根本就是自作自受，自己作死搞来这种危险品，嚷这有生之年一定要亲眼见一次，真见着活的了，跑得比谁都快。这个故事，布朗尼亚听班长讲过，好像叫叶公好龙。特斯拉博士那边不要紧吗？听爱因斯坦博士说，每天都有好几场听证会什么的。那群家伙就是想逼我们背锅，
想得美！不过这会儿他们正自己乱成一锅粥，没空管我啦。发生什么事了？昨天出了那档子事之后，不是在根据截获的黑市交易名单排查吗？结果竟然发现有位议员也是买家之一。这下整个国会都慌了，从上到下挨个打他的电话，让他把藏品都交出来。谁知这家伙鬼迷心窍，竟然拉着自己的宝贝连夜逃跑了。结果刚跑不远，他的宝贝雕塑就活了过来。要不是德丽莎及时赶到，这家伙的脑袋就被咬掉了。好惊险啊！幸好没事。等等，怎么了，谢尔？傻瓜杰克，傻瓜杰克，痴迷南瓜的傻瓜杰克，他捧起心爱的南瓜，南瓜一口咬掉了他的头。这是我们在那个大学生的公寓里发现的演出票，上面所写的演出剧目。这是偶然吗？你是想说，那个剧目预言了这个倒霉蛋议员的事？这也太扯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比起预言，我更倾向于称之为犯罪预告。犯罪预告？我们对公寓回收的演出票做了痕检，票面上检测出了微量的土壤残留。经对土壤有机质成分的分析比对后发现，它与公寓半径范围5公里内任何区域的土壤样本都不匹配。也就是说，它原本不属于那间公寓，更像是与事件的犯人有某种关联。希尔，布罗尼亚，你们的任务报告里都提到，这次交手的暴走机甲与崩坏兽和以前遇到的不太一样吧？是，动作很奇怪，感觉有些不自然。动作僵硬，攻击单一，破绽很多，就像是在被什么东西操纵着一样。从德丽莎那里也收到了类似的报告，这表明近日多起机甲暴动事件和这次的崩坏兽雕塑事件之间也许有所关联。那么，用留在上一现场的证物来做下一场事件的犯罪预告，也是合情合理的猜测。如果只是偶然，当然更好；但如果是真的，那整个事件的全貌可能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喂，鸡窝头，你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这正是我接下来打算告诉大家的事。我们已经对公寓回收的人偶残骸完成了解析，在人偶体内剥离出了疑似绿者核心的结晶。绿者核心？它的能量等级远不及普通绿者核心，所以之前才一直没有被监测到。虽然其本身的威胁性很小，但我们有必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新一轮的崩坏冲击。你想说，这玩意儿是绿者？还不能确定，但是如果我的猜测正确，接下来也许还会发现新的类似结晶，最终会将我们导向这次事件真正的元凶。切，如果真的是绿者，不正面出来叫板，净搞这些小动作，真是有个恶趣味。等等，照这么说，国会这边的机甲失控事件，该不会也是那家伙动的手脚吧？目的是什么？抹黑逆商的公信力，或是分散逆商的注意力，或者两者皆是。从结果来看，扣押特斯拉博士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们的行动效率。真让人火大。不过这么一来，确实很多事都说得通了。喂，鸡窝头，你手头这些证据够不够把我保回去？还缺少决定性的证据，因此这次的攻防调查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搜集足够多的信息来判断整个事件的性质。与其相对的，这次行动也伴随着危险。犯人如果会做犯罪预告，那最糟糕的情况，就算是陷阱，为了收集信息也不得不去踩。真是讨厌的家伙！爱因斯坦博士，这次的调查能交给布朗尼亚吗？可以，不过在不知道对方底细的情况下，还是尽量避免单独行动。那我和布朗尼亚姐姐一起去。上次的事件我在场，比较清楚细节，一定能帮上忙的。而且我也想知道事件的真相，这是对已逝之人最低限度的慰藉。我知道了，
收到坐标后，我会立即通知你们，请做好出击准备。明白。是。行动足以进入目标街道，请求下一步指示。你们刚刚采集的土壤样本成分分析结果出来了，与之前在公寓演出票上提取到的土壤成分完全一致。现在可以确定，这是一系列有联系、有预谋的连环犯罪。你们按原定计划前往目标工坊，该工坊已证实为目前市面上流通的所有崩坏兽雕塑的源头。工坊的主人为米拉里莫，泰斗级别的女雕塑家。1个月前突然人间蒸发，杳无音讯，尚不清楚工坊内的情况，不排除会遭到武装反击的可能。请做好准备，慎重前进。明白。虽说是危险的任务，但能像这样和布罗尼亚姐姐并肩战斗，稍微有点开心呢。布罗尼亚也想看看希尔最近的成长，虽然不是那个意义上的开心，不过希尔也想近距离看看布罗尼亚姐姐战斗的样子。昨晚 Kiana 和我说了你的事，她对你评价很高。真的吗？上次明明是 Kiana 比较辛苦，我都没做什么。你不光勇敢战斗，还能陪她散心，让她放松。这是只有心思细腻的希尔才能做到的事。Kiana 总是一个人背负太多，她需要陪伴和休息。布罗尼亚姐姐是担心 Kiana 才主动接下这次任务的吗？或许吧，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预感？爱因斯坦博士应该也发现了，这次的敌人恐怕没那么简单。不知道为什么，布罗尼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哎，抱歉，说这种不着边际的话，还是继续任务吧。就是这里。希尔，小心！我数3、2、1，我们一起开门。好，3、2、1。这里就是工坊内部。别傻了，那栋建筑里怎么看都容不下这么大空间。这里是个封闭的异空间，目视范围内看不到出口，变成最麻烦的状况了。姐姐，布罗尼亚姐姐不见了。怎么，一个人害怕了？哼，你果然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幸好有我陪着你。喂，希儿，我们交换一下。这里感觉不太妙，还是我来吧。不要紧，我会努力冷静下来。啊？得找到姐姐才行。一直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先看看附近都有什么吧。为什么这里会有死士？和我们之前遇到的暴走机甲一样，都像是在被谁操纵着一样。果然，爱因斯坦博士说的没错。在黑暗中沦陷吧。希儿，别硬撑了，你现在状态很糟，刚才的战斗已经很吃力了吧？没关系的。而且，如果真到了危急时刻，我们还有双生呀，让我们能并肩作战的力量。那种战斗方式对你负担太大，用不了太久。如果真遇到大麻烦，听我的，还是快逃比较好。我知道，不过现在我还能继续前进，哪怕多带一点线索回去给爱因斯坦博士也是值得的。
希儿，那里有个人。欢迎来到支配剧场。忠心的殉道者米拉里莫，愿为伟大的异兽之主奉献一切。你是上次见到的人偶？特后，希儿，这家伙非常危险，快逃！想逃吗？你们逃不掉，逃不掉的。睁开眼睛，梦该醒了，梦该醒了。哇，这是怎么回事啊？希儿，希儿，你在哪儿？为什么要逃呢？比起那个孱弱的女孩，我们才更接近同类呀。啊？说什么蠢话，真恶心！谁跟你是同类啊？放弃吧，放弃吧，他早就不需要你了。他一直想摆脱你，你没发现吗？你其实很明白，只是不愿意承认。烦死了！你是个怪物，永远永远都是个怪物。怪物，怪物，黑色爪子的怪物！你和我们才是同类啊！不要说的你好像很了解我一样，我是什么，轮不到你来多嘴。说中了，说中了！另一个我，你怎么了？另一个我，你在哪儿？你没事吧？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你这样虚伪的灵魂，没有被支配剧场招待的资格。啊，真是奇妙的力量！这就是你的底牌吗？你很拼命呢。只可惜，那个力量，你好像用不了太久呢。糟糕，使不上力，到时间了。你的身体也差不多到极限了，光是要站着就已经很费力了吧？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对另一个我做了什么？另一个你？哼，他才不是你，他是我们的朋友。很快，他就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了。我才不会把他交给你，我会保护他，我一定会保护他。哎呀，真是虚伪！我最讨厌你这种伪善的家伙，整天说着这种言不由衷的话，不累吗？他才是真实的灵魂哦，他散发着和我们相同的味道。他和我们一样讨厌这个无聊的世界，渴望混沌与毁灭。不要说的你好像很了解他一样。你和他说了相同的话呢。果然，你的存在好碍眼。对了，只要杀掉你，他就不会再拒绝我们了。
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身体好沉重，视线也开始变得模糊了。另一个我，没事吧？不，我还不能。希儿，喂，希儿，别叫了啦，这都快半夜了。今天帮可可利亚妈妈打扫院子已经够累了，现在我好困。那种事情不做不就好了？你干嘛乖乖听那女人的话？告诉你吧，她就是看你好欺负才故意使唤你的。才没有，可可利亚妈妈在为孤儿院里的每个孩子操心，我应该稍微分担一点。切，就是个不懂拒绝的老好人罢了。还有那个叫姓马尔的家伙，之前弄伤了 Bronya 的腿不说，还经常在你干活时来捣乱。你下次就让我来教训他嘛，我保证让他那张嘴疼的再也说不出话来。喂，希儿，别睡了，你平时又不让我出来，晚上再不找谁聊聊天，我都快闷死了。那明早发生什么，可就别怪我了。都已经这么晚了吗？身子好重，像是完全没有睡过一样。来了。可可利亚妈妈。希儿，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昨晚？院子里昨天才扫好的树叶，晚上被人撕开袋子又撒了一地，那鞋底的泥巴印一路延伸到了你的房间。另外，今早辛马尔起床后，发现自己的房门被人用粉笔乱涂乱画了一通。是你做的吗？当然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看不惯你平时忍气吞声，看不惯你不敢找那家伙理论的样子。我昨晚还算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那个姓马尔今天就别想睁眼了。你不该这么做。这话你就解释给可可利亚听吧，看他信不信。怎么了，希儿？我知道姓马尔那孩子令人头疼，但这不像是希儿你会做出的。是我做的。你傻吗？是我做的。对不起，可可利亚妈妈，院子里的树叶我会去打扫的。姓马尔房门上的粉笔我也会去擦干净的。我最近可能有些……我知道了。不过在这之前，
先罚你去走廊里站1小时，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吧。是。希尔，怎么了，可可利亚妈妈？要是平时遇到了什么事，别一个人藏在心里，来多和妈妈说说吧。就算不是我，去和布伦尼亚说说也行，不要老是一个人闷着。好的，可可利亚妈妈。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不是你做的事，你也要承认吗？对，那的确是我做的。啊？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帮我承受那些负面的情感。每当我感到恐惧、感到害怕的时候，你都会出现。老实说，一开始我的确以为你是什么魔鬼，挺吓人的。但不久之后，我就觉得有你陪着很安心，感觉自己不再孤单了。我其实早就应该察觉了。察觉什么？你不是什么恶魔，你就是另一个我啊，另一个内心的我。我们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不论你做了什么选择，自然也是我，是希尔做的选择。可恶，我果然还是看不惯你的做法。你就一辈子当你的老好人吧，当一只替罪羊，任别人欺负去吧。真是的，老好人到骨子里了。希尔，希尔，希尔，布罗尼亚姐姐，希尔，你没事吧？我出来了。啊，布罗尼亚姐姐，出来！你刚才去哪儿了？我们明明是一起推开的门，屋里什么人都没有。一回头却看不到你了，到处找了好久都找不到你，结果这返回原地，就看到你倒在地上。漆黑的剧场，还有自称米拉里莫的人偶。对，他看起来好奇怪，还操纵着崩坏兽和死尸攻击我。我总觉得那个人偶就像是活生生的人。希尔最后是怎么逃出来的？我也记不太清了。昏迷前，我好像听到另一个我在叫我的名字，听起来很着急的样子。是他救了我。另一个我，是你吗？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太好了，看来他没事。谢谢你。我想是受到了某个人的帮助吧。某个人？算了，你平安无事就好。还能走动吗？没关系，我好多了。布罗尼亚姐姐刚才急着找我，还没好好调查吧。继续任务吧，我没问题的。桌上有一层厚厚的灰尘，看样子工坊的主人已经离开很久了。但架子上的订货单日期都是最近的，甚至还有昨天刚发出去的货。难道说有人在冒充这位雕塑家，销售这些雕塑？把这些信息整理一下，都同步给爱因斯坦博士吧。这里有好多崩坏兽的雕塑，有的才做了一半。小心点，希尔，这些雕塑有可能会突然活性化。布罗尼亚姐姐，雕塑背面的底座上有字。
看起来和刚才手稿上的符号一样。等等，下面这行应该是译文。意志、思想、灵魂，所有的一切都将归还于伟大的异兽之主。异兽之主？是说这些崩坏兽吧？最近有个以崩坏兽作为崇拜对象的神秘教派正在暗中兴起，没想到米拉里莫也与之有关。教派的成员相信这种神秘的异兽能救赎人类的灵魂，带他们前往真正的乐园。太荒唐了，他们怎么会产生这种和真相截然相反的想法？也许在身处黑暗之时，人总是想抓住点什么吧。布罗尼亚姐姐，你看，书架上有一本颜色和其他都不一样的书。这是一份手稿。啊！全黑的纸页，好可怕！这上面的文字、符号，布罗尼亚从来没有见过。看起来是很古老的手稿了，有好几页上都有缺损，边缘好像还有烧焦的痕迹。只是盯着看就已经毛骨悚然了。到底是从哪儿得到的这种东西啊？盯久了，感觉好像有点眩晕。希尔，不要盯着看了，这东西可能很危险，带回去交给逆商调查吧。哎，门外好像有声音，我们出去看看，小心。崩坏兽是刚才大厅里的雕塑，得在他们闯出去前全部解决掉。在黑暗中沦陷吧！这是一个坏掉的人偶。等等，这个人偶是我在剧场里遇到的自称米拉里莫的那个。人偶左臂内侧有被我的镰刀划到的痕迹，我不会认错的。只是它现在坏掉了，和约翰多伊那是一模一样。既然如此，附近一定也有。找到了，新的演出票。演出剧目，老鼠与老鹰。看呐看呐，看我发现了什么？一只老鹰却长着老鼠的尾巴，是下次犯罪的预告。真是狡猾的敌人，这里应该搜不出更多线索了，但我们也得到了不少信息，不算一无所获。总之，先回去向大家汇报吧。天哪，我到达另一侧的出口了。好，两面夹击，一个都别让他们跑掉。接下来要把这些家伙引到指定区域再回收，对吧？是的，爱因斯坦博士拜托我们多收集些样本。看我的吧。小菜一碟。希尔，有一部分机甲往你那边去了。收到。在黑暗中沦陷吧！提安娜，你那边怎么样了？都处理完了，人偶和演出票也找到了。爱因斯坦博士的猜测是对的，不过很可惜，这次也没出现你所说的支配剧场。这样啊，
果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呢。那个失踪2周的男人也救出来了，是个普通的上班族，被解雇之后把自己关在地下室里，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那位名叫米拉里莫的雕塑家也是这样，被救出来之后神情恍惚，对人偶所做的事情也一无所知。按照前几次的经验，把人偶体内的结晶取出来后，他应该就能慢慢恢复正常了吧？希望这次也能奏效。可是犯人为什么要盯上这样的普通人？电话、邮件都被盗用了，如果不是有受害者报警，根本不会发现他是被人冒用了名义。听警方说，犯人冒充他的名义，只是把所有认识的人都诈骗了一遍，恶化了他周遭的人际关系。想不通，这个月都发生多少次相关事故了，这个藏在背后的家伙可真奇怪，干嘛要用这种别扭的方式？搞袭击还要发预告函，搞得人心惶惶的。有本事倒是直接现身啊！爱因斯坦博士说，这很可能也是敌人的目的之一，给我们制造恐慌和压力。那这招应该挺成功的。我今早经过会议室的时候，还听见了特斯拉博士的怒吼。在逆商的地盘上搞犯罪预告，这是赤裸裸的挑衅！我一定要找到这个混蛋，亲手把他轰成渣！很是特斯拉博士的风格呢，而且 Kiana 真的好有模仿天赋。来看看这次的演出票上写了什么吧。生锈的铁皮灯在冒，黑暗中孩子在吵闹，台下的观众拍手笑，异色的眼瞳就往外跳。这什么东西啊？念着怪瘆人的。按照之前的规律，演出票上预告的是下一次犯罪的内容，接下来需要把演出票交给鉴定实验室的人，分析上面的土壤痕迹来锁定犯罪地点。终于回来了，在这座基地待了这么久，感觉也有些像家一样了呢。等下个月派对的时候挂上装饰，一定更漂亮。你们好，是在找人吗？你好，这是我们这次任务回收到的演出票，需要做痕检来锁定下一次的犯罪地点，请问该给谁？哦，交给我就好，辛苦你们了。那之后就麻烦了。放心，我们会尽快处理的。你旁边那位，莫非是那个？听说你就是那个空之律者，是真的吗？是我。他是我的朋友 Kiana， 这次任务成功就是他的功劳。啊，太好了！我一直想向你当面道谢，却找不到机会跟你说话。我是神州出身的，父母都住在天穹市。之前那次事故，多亏了空之律者，他们俩才能得救。我的父母常念叨起你，听说我们在一起工作，催了我好几次，叫我当面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的父母，太谢谢你了。也不用这么正式吧，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勇气，提安娜小姐。你是拯救了那座城市的英雄，我们都会记得。英雄？我吗？太好了，提安娜，你看，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怕你。提安娜的努力，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其实不只是她，我留心听过，很多工作人员都提到过提安娜。确实有不少人还是很怕你，但也有很多人逐渐理解了你的境遇，甚至为此打抱不平。所以，提安娜可以再放松一点的。你可是拯救大家的英雄呀！谢谢你，希尔，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果然，布拉尼亚说的没错。啊，布拉尼亚姐姐说我什么了？秘密。肚子饿了，我们去吃点东西吧。这么一说的话，就更想知道了。告诉我嘛，提安娜。今天吃饭的时候，提安娜明显比之前开心了不少。太好了。你连自己的事情都顾不过来，还有空关心别人？提安娜是布罗尼亚姐姐重要的伙伴，自然也是我的朋友，当然不能放着不管呀。
常了。自从那天从支配剧场里出来后，另一个我就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了。是怎么了？不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也不肯告诉我。说点别的，缓和一下气氛吧。最近也慢慢习惯在基地的生活了呢。虽然才刚认识，但大家都对我很好，交到了许多新朋友。这几天的训练我也都超额完成了，我会一点一点克服自己的弱项，慢慢成长为像姐姐一样可靠的人。对了，上次我和 Kiana 一起去的那家咖啡店，据说又上新了，要不要改天再约 Kiana？Kiana，你就只会叫她的名字？这之前是 Bronya 姐姐，在之前是可可利亚妈妈，你难道离不开别人吗？可我只是……你不是说要自立要变强吗？不是不再需要别人了吗？那为什么还要一遍又一遍的叫他们的名字啊？另一个我有点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够了，随便你吧。另一个我为什么会生这么大的气？另一个我名字，剧场里的那家伙，也许……怎么又是你？我说过了，我们才不是什么同类，不要再缠着我了。我？谁？丽丽不明白，丽丽就是丽丽，但丽丽也是大家。可怜的约翰死掉了。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我们不是同一个人，我们是同一个人，大家都是同一个人。他也是，我也是，你也可以是。行了，知道你们都是一伙的了，滚吧，我要走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离开呢？这里又没有别人。你不是最喜欢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了吗？与你无关。丽丽懂了，你被排挤，被讨厌了，所以才总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躲进小房间里，对不对？滚！咦，丽丽弄错了吗？难道不是因为你是个没人要的孩子，才躲在自己创造的小房间里哭鼻子吗？看了真可怜，你只是那个女孩的影子，是荒谬的谎言。但是现在，连她也不需要你了。闭嘴！她已经有别人了，不是吗？她有她的姐姐，她的朋友，有了一大堆关心她的人，再也不孤单了。你看，她跟她的朋友直呼姓名，而你呢？你连名字都没有。闭嘴！你明明知道的，你和那个西林没什么不同，和我们没什么不同。他讨厌你，他否定你的一切，他希望你根本不存在。你总是叫他胆小鬼，可实际上，你才是那个真正的胆小鬼，不敢面对现实，害怕被他抛弃的胆小鬼。闭嘴！哎呀，生气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真可惜，明明拥有这么优秀的素质，为什么不肯成为我们呢？没关系，你看，线已经缠到你身上。支配剧场，期待你的再次光临。
混蛋！混蛋！混蛋！你生气了？没有。不用瞒着我的，我知道你的感受。切！这下你满意了吧？对不起，把你也连累进来了。我早说过那力量对你来说还太早。唉，为什么我每次都要陪你一起趟这些浑水呢？好了好了，谁叫咱俩的命运都绑在一根弦上呢？所以，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我不知道，但我和布洛尼亚姐姐约定过，她会找到我，会带我一起去看海的。行了，爱哭鬼，省点力气吧。别到时候布洛尼亚找到你时，发现这量子之海都被你眼泪给淹了。谢谢你。是啊是啊，好好谢谢我吧。要不是我，你也没法说服可可利亚在你身上做实验，我们就不会。我是说，谢谢你陪着我。我知道，现在这样都是因为我的任性。我也知道，你其实不想让我受伤，可你最后还是帮了我，还是这样陪在我身边。尽管不知道这量子之海中会遇到什么，也不知道布洛尼亚姐姐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希尔，但只要有你陪着我，我至少不会感到孤单了。笨蛋希尔，把眼睛闭上。啊！好了。这是我创造的一个不被外界所干扰的空间，它能一定程度上保证我们在量子之海中的安全。你就当是量子之海里的一个小泡沫吧。这是你为我造的？啊？谁说是为你这个爱哭鬼造的了？我只不过想在量子之海里安安稳稳睡个好觉罢了。毕竟谁知道你那布洛尼亚姐姐猴年马月才能找到你啊？谢谢你。都说了不是为你。算了，我和一个笨蛋较什么劲儿？有你在，我真的很安心。快去休息吧，从那次实验以来，你就还没睡过。真是个笨蛋。糟糕，睡过头了。
希儿姐姐来啦！希儿姐姐会迟到，真是少见。抱歉了，明天我一定会注意的。那就开始今天的训练吧。另一个我，你看，他们换了新的训练机体呢。另一个我今天又增加了难度，你看呀。另一个，唉，稍微有点安静过头了，好不习惯。另一个我，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你总是陪在我身边，保护我。你所说的那些话，都是在为我考虑，我都明白。你总是想替我战斗，因为你担心我会受伤。可是，我也担心你受伤啊。你对我来说是无可替代的重要的人，我也想变得像你那么强，强到可以保护你。你不希望我过多跟他人接触，也是不希望我受伤，不希望我被骗、被背叛，怕我变回只会躲在箱子里哭的胆小鬼。没关系，我不怕，因为我还有你呀。你总是让我多关心关心自己，可是我所关心的自己里面也包括你啊。你之前不是问我你是什么样的存在吗？我认真的想了很久，果然答案还是只有这一个。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们是平等的存在。你希望我快乐，我也希望你幸福。你很在意名字的是吧？我们是对等的，我也想用名字来称呼你。如果你有喜欢的名字，就告诉我吧，我想知道你的心情。那个笨蛋到底在说什么啊？他该不会是以为这种话就能打动我吧？哼，随便他怎么说，我已经决定不管他的事了。还在继续，话这么多，可还真是难得。唉，算了，看在他这么诚恳的份上，不计较了。等他再多说两句，我就出去。是他的态度，也不是不能跟他和好。怎么不说了？啊，就这么睡着了？喂，谁同意你睡了？你还有话要对我说吧？再多说一点呢，说你需要我，说你把我当做平等的存在，说我对你来说很重要啊。哼，虽然我一点都不在意这些，但因为是你说的，我才勉为其难一直在听啊。笨蛋，笨蛋，笨蛋希儿！
其实，你确实已经不需要我了吧？你一天一天在长大，变得成熟自立，总有一天能掌握这具身体全部的力量。我是为了保护你而诞生的存在，但你已经不需要我保护了。你已经足够坚强，有那么多人喜欢你，你自己也能处理好一切。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我早知道我是注定会消失的存在。像这样不讲道理的对你乱发脾气，只是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焦急、失落和寂寞。结果反倒是你来道歉，来安慰我。你可真是个笨蛋，温柔过头的笨蛋。我才不会信那堆破人偶的鬼话。你的心意，我其实都明白。毕竟，我们可是同一个人，我们都是希儿啊。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还是会尽全力守护你，不让任何人伤害你。然后，当你真正能破茧化蝶的那天到来时，我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我是怎么了？吃坏东西了吗？但吃东西的又不是我，所以还是怪这个笨蛋。喂，为什么你还能睡得这么安稳？是在看我笑话吗？真让人火大。哼，凭什么我要为笨蛋希儿烦恼这么久啊？看我在你脸上写满希儿是笨蛋，让你明天被所有人嘲笑。算了，这好歹也是我的身体，这样不划算。哼，笨蛋希儿。喂，希儿，起床了！再不起床，可是要被那群小鬼嘲笑了，多丢人呐！喂，起床了！吓我一跳！另一个我，你又用这种方法吓醒我！怎么了？想让我用更温柔的方式叫你起床？没事，这样就好。哼！请全体战斗人员到会议室集合。请全体战斗人员到会议室集合。抱歉这么突然，但事态紧急，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们。怎么了？我终于能回去了？从结论上来说没错，但恐怕不是什么能让你高兴起来的消息。特斯拉博士，最坏的猜想变成了现实。经大量数据比对，人偶身上剥离的结晶与前文明技术中的某个律者极为相似。第10律者，支配之律者。在前文明，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千人律者。千人律者是说那群家伙有1000人之多，单个个体的能力虽弱，但潜伏在人群中，行动有组织、有计划，相当棘手。但是鸡窝头，记录中前文明第10律者的特征与这次事件可不完全吻合。那1000个第10律者个体都是人类，核心都在他们的身体里。这之前也没看到任何有关人偶或剧场的记载，这也是我之前没有下定论的原因。不如说，这其中的差异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从第1律者开始，能力、顺序、规律，这个时代的律者就与前文明存在着微妙的不同。在人类改变的同时，律者也产生了变化。现状而言，完全根据前文明的记录来下判断，并不合适。变成了更麻烦的家伙了，是吧？我记得上世代的千人律者彼此之间可以进行无视距离的感应，所以才能默契配合，制造连锁袭击。如果这一点没变，
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人偶总能准确无误地发布犯罪预告吧。根据天命那边的信息，这1个月全球都在发生类似的事件，源头总能找到坏掉的人偶和演出票。另外，还有一些发现了类似痕迹，却什么都没留下的现场，或许是被世界蛇回收了。连天命和世界蛇也……那现有证据已经足够能将这一系列事件定性为绿者了。你说的对，这样我确实能回去了，但完全不是能让人高兴起来的好事啊！而且看你那表情，别告诉我还有更糟的消息没说啊！真希望你的敏锐不是用在这种时候。就在刚刚，上次演出派的土壤痕检分析结果出来了，他们的下个目标是盐湖基地。简直变成了太空里的基地一样，或者像是可可利亚妈妈藏补给品的地窖。还真是。没想到布朗尼亚有一天会将自己的后背交给希尔。谢谢布朗尼亚姐姐，终于能帮上姐姐的忙，希尔也很开心。哟，得了吧，是谁从刚才开始手心就一直在紧张的出汗的？布朗尼亚姐姐会紧张吗？会。虽然爱因斯坦博士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但敌人的情报仍不完善，敌暗我明，随时可能发生变数。但尽管这样，我们也要尽全力去应对。放心吧，希尔平时的训练都完成得很出色。上次在量子之海，不也是希尔把布荣尼亚救了出来吗？啊，那个是……哇哦，希尔最棒了耶！全都是希尔一个人的功劳耶！怎么了，希尔？不是的，布罗尼亚姐姐，我有件事想要告诉你。什么事？其实这件事，我早在孤儿院时就该告诉布罗尼亚姐姐了。哇，你该不是在量子之海中活下来，以及拯救姐姐，其实凭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喂，笨蛋希尔，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等等，希尔，啊，有动静。这些是仓库里废弃的机甲，原来这些没被撤走吗？但都破成这样了，操作这些机甲有什么用呢？为了防止基地被破坏，还是夺走他们的行动能力吧。希望博士们不会太心疼。真是的，每次都用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支配之律者，哼，真是讨人厌。啊，那是，fire。希尔，那里不太对劲。不对劲？我能感到那里有令人不快的气息，那座剧场的气息。那我和布罗尼亚姐姐去调查一下。小心点，还不知道那是不是个陷阱。布罗尼亚姐姐，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那是一处空间裂缝。为什么在基地里会有这种东西？或许是陷阱。
以防万一，先采取攻击。嘿，这位客人，剧场内还请不要大声喧哗哟。这是希儿，完蛋了，完蛋喽！姐妹俩又分开了。人偶，不是绿者。欢迎欢迎欢迎来到我的支配剧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杰瑞·巴博拉。观众朋友们，请稍安勿躁，第一幕马上开始，同时也是理之律者终幕。这里就是希尔所说的支配剧场，这种感觉和第一次进入量子之海时很像，但又不同。这里不是现实，也不是量子之海。喂喂，你在东张西望些什么呢？哦，看来是在找那个胆小鬼妹妹是吧？放心放心，你们一个都逃不出这里。他和你不同，还有点用，我不会要他命的，暂时不会。果然，希尔也在这个奇怪剧场的某处。好了好了，观众们也快等不及了，让我们先为观众介绍一下今日的主角——理之律者，崩坏的第一位叛徒，蝼蚁文明的守护者。其中还要数眼前的这位最为失败。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他的人生。Bronya Zaychik 生于西伯利亚。哎呀，直接快进到重点吧。在经历了一段不值一提的卧病生活后，他终于可喜可贺的成为了理之律者。但可惜的是，获得这颗核心之后，他就再没打赢过一场架。世界蛇领袖打不过，量子之海出不来，面对十之律者的时候，甚至还睡过去了。抱歉，主持人不应该笑场的，我是真的没忍住。可是观众们，他还觉得自己很厉害呢。他能有今天，不过就是运气好，捞到了一块律者核心而已。看看他的同级生吧，哪一个不比他强？他甚至连瓦尔特的名号都不敢要。你了解的还真详细，像是全程都在看着一样。主持人自然要先预习一下出场人物了，放心吧，我不会把你说错的。要我说啊，没了那颗核心，你就和我们是一类人罢了。说真的，要是有理之律者的核心，我都能表现得比你好。什么十之律者，我见面就把摩托碾他脸上。哎呀，还不如把核心给我算了，我来帮你对抗崩坏，怎么样？脱口秀说完了吗？杰瑞·巴博拉，如果布朗尼亚没记错，这个名字也曾出现在失踪名单上，似乎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喜剧演员。你是在扮演他吗？还是说，你就是他呢？喂，我可是好心帮你总结了这失败的一生，你连句谢谢都不会说吗？没错，确实得谢谢你。多亏了你，布朗尼亚想通了很多事，也对这一系列事件有了答案。什么？只不过，这颗核心不能交给你，布朗尼亚还需要它。不过话说回来，讲笑话也用不着律者核心吧？剧目开始，敬请欣赏吧。这就是叛徒的身姿，这就是理之律者的最后一幕。冷静，
解析敌人的构造，分析敌人的弱点。这个人偶很感性，是个好机会，可以利用它收集更多情报。哎，怎么不骑你的小摩托了？好，我像石之律者一样，把你从摩托上拽下来。对方不是空之律者，李一没有操作空间的全能。这座剧场应该是某种力量的附属物。如果希尔也被卷入了那道裂缝，应该会出现在这个剧场的其他地方。在战斗中尽可能的多移动吧，说不定能与他会合。Fire， Fire。跑什么呢？你是跑不出这个剧场的。东窜西窜，当这里是兔子洞啊！兔子可比你可爱得多。解析完成，差不多该谢幕了。赞同，是时候结束这场闹剧了。好痛啊！你是抱着杀死我的决心打过来的呀？好过分啊！好过分啊 ，Bronya！ 你这样还算什么正义的伙伴？不过我等的就是这个时候。什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耐心等待。现在，就以我的牺牲，来为大家降下最终的幕布，宣告理智律者的死刑吧！全剧终。力量被Bronya姐姐，我听到爆炸声才找到这里，怎么回事？Bronya姐姐，你受伤了吗？希尔，你没事真是太好了。Bronya也没事，不过理智律者的全能无法使用。Bronya能感觉到核心还在身体里，只是被那个人偶攻击过后，力量就像沙粒一样在不断流走。糟了，敌人比想象中更危险。那个人偶消失了，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希尔，小心！这是，又是一个人偶。不过，他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打算攻击我们。别放松警惕，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阴谋。阴谋，哈，阴谋，没错，都是阴谋。所有人都冷落我。孤立我，排挤我，把最苦最累的活交给我，给我布置根本不可能的任务，连中午给我打的饭都比别人少。我已经受够了，我要报复他们，我要让他们所有人都知道，公司没有我会变成什么样子，让他们都后悔去吧。
又是人偶。为什么还要改？这都第几版了？什么大一点的同时小一点，什么五彩斑斓的黑，笔给你自己画好不好？够了，我放弃了。我根本就没有才能，我根本不该做什么设计师，我根本就不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的人生就是个笑话。不许你伤害希儿的朋友，在黑暗中沦陷吧！这些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我知道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都更喜欢姐姐，他们总对我说，有这么优秀的姐姐，你应该感到骄傲。啊，老师们也更偏爱姐姐，他们总问我，你姐姐就能答对，你怎么就不行？就连每次挑礼物，也都是让她先挑，剩下的给我。我不是她的影子。如果她消失的话，爸爸妈妈会更爱我一点吗？如果她消失就好了。她怎么还不消失？罗尼亚姐姐，我觉得好奇怪，那些人偶，他们好像原本都是很普通的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不，他们是第10律者，不是人类。他们只是剽窃了人类的思想，模仿着人类的举止，被崩坏意志所操纵的人偶而已。但他们所讲述的经历，那些痛苦，确确实实发生在某个不为我们所知的人身上。在那个人的心里，希尔，不要被迷惑了。每个人都会有痛苦、悲伤，但也会有幸福、感动和快乐的时刻。但这些人偶不一样，他们就像是内心的某种负面感情被无限放大之后，走向极端的样子。不要被他们拉进那个漩涡。这里也没有出口，怎么回事？里面的空间似乎并不是连续的。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这里好像是我最初掉进来时的地点。我们回到了原点，完全找不到出口。没关系，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尝试。既然人偶能打开缝隙把我们拖进来，我们就一定也能找出离开这个剧场的出口。啊，罗尼亚姐姐，小心！啊，人偶是不是越来越多了？真好玩，真好玩！新玩具真好玩！哦，要感谢杰瑞的牺牲呢！万岁，杰瑞！杰瑞万岁！真是个白痴。那种污秽的叛徒，直接杀掉不就好了吗？啊，不能杀，不能杀，杀掉就没法玩新玩具了呀！我也要玩，我也要玩，我的新玩具，大家的新玩具。嘿，啊，什么？只能变出来一把小刀而已啊！真没劲，是你用的不熟练啦！看我玩，看我玩！哇，能变出电锯呢，好棒！
什么？那是理智律者的能力。布罗尼亚姐姐，你怎么了？这种感觉，果然你们在使用的是……你发现了，你发现了，只是进来玩一下而已嘛，小气鬼。不过我们没有真的拿走，没有。不信你看，代价还是你在支付嘛。你是说，你们使用布罗尼亚姐姐的力量，代价还要由她的身体来负担？猜对了，猜对了！毕竟我们可是支配的律者啊。谢谢你，这下我们变得更强了。原来如此，这才是他们真正的计划。跟 Kiana 分开是正确的决定。如果空之律者的全能也被夺走，后果会不堪设想。没用的，没用的，你们做什么都是没用的。你们逃不出去，你们将会被永远困在这里。害怕到哭泣吧，绝望到哀嚎吧，成为下一个人偶，在支配剧场里上演永无止境的悲剧。第十律者似乎还不能熟练运用理智律者的力量，我们得抓住这个机会，至少要把情报传递出去。可是，那是布罗尼亚姐姐的力量，不想办法抢回来的话，虽然很不甘心，但要在这里打倒第十律者的所有个体是不可能的。没关系，希尔，布罗尼亚不是靠律者核心才走到今天的。瓦尔特先生说过，理智律者真正的力量是洞察、分析眼前的事物，看透本质，再予以应对。即使不能用律者的力量，布罗尼亚也有布罗尼亚才能做到的事。布罗尼亚姐姐，还记得我刚才跟你提到的办法吗？接下来我会尝试用重装小兔计算裂缝开启的位置。这段时间里，护卫就拜托你了，希尔。我知道了，放心交给我吧，我一定会保护好布罗尼亚姐姐的。来和希儿一起玩吧。希尔，快看，找到出口了吗？不，但是很接近。这个空间内有一处不稳定的薄弱点，如果集中攻击那里，说不定就能打开出口。真的吗？太好了，那我们就赶快！不可饶恕！不可饶恕！不可饶恕！在黑暗中沦陷吧！不可饶恕！不可饶恕！不可饶恕！怎么回事？突然就开始发动猛攻！不可饶恕！不可饶恕！不可饶恕！你们应该被困在这里，永永远远，直到灰飞烟灭。为什么不按照剧目上的来演？这是已经定好的剧本，没有人可以逃脱，不该有人逃脱，不许有人逃脱。为什么要进行徒劳的挣扎？为什么要进行无意义的反抗？你们不过是支配剧场的人偶而已。被人偶称作人偶，还真是讽刺啊！不会让你们伤害布罗尼亚姐姐的。来和希儿一起玩吧。攻击越来越猛烈了，这些怪物好像无穷无尽一样。但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一件事，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处薄弱点的确通往外面，所以他们才会源源不断的攻击过来，要阻止我们出去。他们在害怕我们，我们要抓住机会。布罗尼亚姐姐，你的手！什么？这是
空间在侵蚀身体，为什么突然会？是因为和律者核心的联系被切断了吗？糟了，如果继续僵持下去，会变得更不妙。希尔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必须要尽快离开这里才行。布罗尼亚姐姐，战斗就交给我，我绝对会带姐姐离开这里。Destination locked， 找到了，就是那里。那个平台是我第一次进支配剧场的时候到的地方。果然，那个平台是特殊的，也许那里就是支配剧场真正的大门。不可饶恕！看样子，没打算让我们轻易通过，但我们也不能被困在这里。抱歉了。来和希儿一起玩吧。这些家伙真是没完没了。布劳尼亚还能撑住，希尔，你先去打开出口。我知道了。不稳定的薄弱点就在这里。在黑暗中沦陷吧。完全没有反应。看来剧场的主人这次是铁了心要把我们关起来。什么第十律者，净搞这些卑鄙的手段。没有多少时间了，这样下去，姐姐会……另一个我，你上次是怎么带着我逃出去的？就像现在这样，只是那时剧场的主人还没对我多加防备，轻易一击就让我砸开了出口。但这次不一样，就算用上双生的力量，我也没把握能成功。但是，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对吧？啊？另一个我，你和我不一样，我还用不了这具身体的权利，但你可以。所以你才能在量子之海中保护我，所以你才能察觉到我意识不到的出口。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有什么机会能打开突破口，那可能性一定在你手中。你到底在说什么？明明说着要靠自己努力自立，却做出这种事，可能很前后矛盾。但现在不该是为了我的执意而不顾大局的时候。承认自己的不足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更何况是面对我最信赖的你呢？希儿，所以拜托了，另一个我。就这种程度？真正有趣的游戏现在才要开始呢。
交易？哼，你以为我会和一个进别人家都不懂敲门的家伙做交易？离开这里？怎么离开？你说什么？好吧，我接受你的提议，但是你也要记住你的承诺。与蛇的交易吗？这次变成了希尔与蛇吗？唉，你还真是，每次都能出乎我的意料。突然就把身体控制权交给我，你就这么放心？那当然啦，我从一开始就是完全信任你的，毕竟我可是一直都在看着你呀，就像你一直看着我一样。所以这次我打算把身体完全交给你，我会暂时将自己沉入意识的最深处，这样一来你也就不需要顾忌给我造成负担，可以尽情发挥力量了吧。喂，希尔，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如果这时候让我出来，你周围的人就都会知道我的存在。没关系，其实我早就想把你介绍给大家了。就算他们因为我是个怪物而讨厌你、远离你，你也没法后悔了。他们一定能接受你，就像我一样。如果把控制权完全交给我，这段时间里你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强制切换人格了。我知道。如果我解放所有力量，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哦。没关系。如果我拒绝唤醒意识深处的你，你会再也无法醒来，陷入永久的沉眠。我明白。就算我大搞破坏，欺负你重要的朋友们，对你的布洛尼亚姐姐做这样那样的事，你也没办法阻止我。你不会那么做的，我相信你。像你这么天真的笨蛋，到底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因为有你，有布洛尼亚姐姐和基安娜，还有许许多多善良的人，相信并守护着彼此的心。真拿你没办法。我知道了，不就是道门吗？我开给你看。如果没有门，我就自己砸一个出来。我会使出我的全力。那就拜托你了。
对了，你还没有告诉我呢。什么？我之前问你的你喜欢的名字，我想用你喜欢的名字来称呼你。希儿。我在。我是说，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名字。我明白了。只是觉得，既然都共享了身体，再共享一下名字，感觉也不坏，没有别的意思。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了，希儿。好，好，好，是，交给我吧，希儿。拜托你了，希儿。唉，真拿你没办法。交给我吧，希儿。来玩吧，可千万别被玩坏了。来陪希儿一起玩吧。这种程度可没法让我开心呢。拜托，再认真一点，再努力一点，尽你们所能，好好取悦我呀！玩具要是坏掉了，可要被丢进垃圾堆里了。我们不会倒下，我们还有很多。听，观众们的呐喊声、鼓掌声，这场演出会继续下去，直到最后一幕。好啊，只不过我的出场费可是很高的，需要你们用命来付呢。话虽如此，这群娃娃究竟是什么鬼东西？一个个神出鬼没的，还不怕死？从这里丢下去又会爬上来，干掉一只蹦出来10只，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他们？东躲西藏的，不会真的要干掉1000只吧？哎，不对，差点陷进去了。我是被那个笨蛋传染了吗？怎么开始思考这种问题了？我连自己是什么都不在意，还关心这些家伙？管他是什么东西，给我死！你逃不掉的，剧目已经开始，谁也无法离开。螃蟹、水母，天哪！你还能召唤量子之眼？可爱的小玩具，在我面前用这招，真亏你想得出来呀！还没完，尝尝这个！我更喜欢品尝的是你痛苦的哀嚎啊！好好取悦我吧！最后一只，死吧！哇，你的头发变长了，长发很适合你。你是？这个语气，我记得你，是上次和我搭话的那个人偶。没错，是我，莉莉。真高兴，你还记得莉莉？漂亮的姐姐，你是来见莉莉的吗？不，你想离开这里。
好可惜，好可惜，明明……嘘，不行啊，我什么时候允许你说话了？叽叽喳喳，每句话都要重复2遍，吵死了。玩具就该有玩具的样子，安安静静才讨人喜欢。不过也好，我正在找你呢，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上次你是怎么说我的来着？啊，我想起来了，没人要的孩子，胆小鬼，看了真可怜。你的胆子可真不小啊，让我好想把你撕开，看看你这小身板里究竟哪儿藏着这么大的胆。为什么不愿承认？莉莉说的都是实话，你明明知道，就算再怎么互相安慰，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他的姐姐、朋友，那些关心他、爱护他的人，会用一样的眼神看你吗？会吗？会吗？不会的，你和他不一样，你有危险，又病态，是一只怪物。布罗尼亚就要来了，你猜他看到你会是什么反应？你连自己都改变不了，还想改变别人的目光？做不到的，做不到的。你说的都没错，但我一点儿也不想和你们交朋友。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讨厌你，因为你很烦人，因为你的说话方式蠢到不行，因为你嘎吱嘎吱的声音让我恶心。配色很恶心，关节很恶心，眼罩很恶心，头上2个不知道什么的东西更恶心。哼，换成卷心菜，说不定还更可爱些呢。光是看着你，就让我感到不快。所以，现在立刻马上让我送你去地狱吧！从我眼前消失，就是你能做的最有用的事了。不要怕，今晚我心情好，保证会让你很疼，很疼的。逃啊，快逃啊！腿跑断了都别停下来，不然你就要被我抓住了。好可怕，好可怕！漂亮的姐姐，莉莉喜欢你，但你不喜欢莉莉。但是没关系，没关系，莉莉还有很多朋友。没关系，接下来就送你去作伴。好吧，好吧，莉莉说服不了你。莉莉无所谓，但我们有所谓。莉莉可以让你离开，但我们不能让你离开。莉莉会把你做成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人偶的。要当希儿的玩具吗？头抬太高了，跪下！这样就结束了？还有没有更多花样？抓住你了！唉，好可惜，好可惜，你身上的线消失了。准备好遗言了吗，我的小洋娃娃？啊，洋娃娃，听着真令人开心。
但是遗言？不，还没有到说遗言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见面的。约翰多伊死了，但约翰多伊还活着。米拉里莫走了，但米拉里莫会带他回来。只有可怜的杰瑞巴伯拉，但是他很伟大，很光荣，他永远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莉莉才不是人偶，我们才不是人偶，我们都是人类，活生生的人类。人类都是……漂亮的姐姐，不要忘了，我们始终在你身边。耽搁了点时间，但总算到目的地了。出去以后就得把身体还给你了，有些舍不得呢。本来还打算趁这个机会对布罗尼亚做些有趣的事，不过算了，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好了，闹剧该收场了。希尔，啊？布罗尼亚为什么会在这儿？啊，在那个人偶身上浪费太多时间了。来得正好，本来都打算放过你了，但你自己送了上来，那可就怪不得我了。布罗尼亚姐姐，你怎么会在这儿？啊，那边的敌人已经收拾掉了吗？不愧是姐姐。姐姐。为什么一直盯着希尔看？你不是希尔，至少不是布罗尼亚熟悉的那个希尔。真是的，怎么突然说这种话？希尔就是希尔呀。布罗尼亚见过你，在量子之海里，你曾经出现过。你说你是寄宿在希尔体内的另一个他。唉，原来你记得，我还以为正常人都会当作胡言乱语忘掉呢。布罗尼亚记得希尔说过的每一句话，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们现在的首要目标依然是离开支配剧场，对吗？人偶们在朝这里聚集，不希望我们接触到那道空间裂缝，那就是出口。啊？要和我并肩作战吗？上一次见面我们可是敌人，你就这么相信我？对于希尔信任的人，布罗尼亚也会予以100%的信任。好吧，那就小心别被误伤了。希尔的玩具嘛，给我死吧！裂缝张开了，就是现在，抓紧了！掩护基地，我们回到现实了，但是想必博士们今晚睡不了觉了。这儿还有个人偶，就是那个杰瑞什么什么的吧？
把这具尸体带回去报告吧。我要走了，后面的事交给你和他喽。等一下，我们彼此还没有做过正式的自我介绍。啊？自我介绍？这种事你去问希尔不就好了？布罗尼亚姐姐的疑问，她不可能不回答。哼，我倒想听听她准备怎么介绍我呢。不，布罗尼亚更想从你口中知道这些。布罗尼亚一直知道希尔有自己的秘密。自从知晓了你的存在，过去许多怪事似乎都有了解释。回过头想想，我们还在孤儿院时，希尔就偶尔会有完全不像他的行为。这种事瞒不过布罗尼亚的眼睛。比如呢？举例来说，希尔从不挑食，但你只钟情于自己爱吃的食物。那些讨厌的，你会把它们偷偷倒在杏马尔盘子里。啊？希尔口味偏甜，但你喜欢刺激。有好几次，煮汤用的番茄罐头被人换成了辣椒罐头，那也是信最讨厌的东西。另外，希尔最爱读书了，但你一碰书就犯困，还会趴在书上打瞌睡，纸页都被沾湿了。等一下，你脑袋里都记了些什么呀？这些变化体现在举手投足之间。你和希尔的性格习惯完全不同，甚至连发呆时的小动作都有天壤之别。不如说，这么明显的区别，察觉不到才奇怪吧？那家伙还自以为藏得很好，没有人知道呢。既然希尔想保守这个秘密，那旁人也不应该点破。但布罗尼亚还是想再见你一面，想知道更多你的事。你究竟是谁？我还以为你想问什么呢。如你所见，我是个危险、残忍、毫无同情心和同理心的怪物。我是另一个希尔，寄宿于他体内，因圣痕而产生的第二个他。原理层面是这样。如果你要问哲学上的事，那我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我和他不一样，讨厌思考多余的事，只喜欢蹂躏的感觉。无所谓是敌是友，只要出现在我面前，那就是我的玩具。所以不用感到惊慌，你的希尔还是那个希尔，坏事都是我做的，和他无关。那不是坏事，是你对他的保护。无论是对性的报复，还是量子之海中与蛇的交易，你的出发点都是希尔，他生性不喜欢战斗，所以你代替他战斗，想让他远离危险。你想太多了，我才没有你说的那么善良。他要是死了，我也得陪着一块儿走，所以我才要保护他。我只是遵从自己的本心罢了。哼，还不是因为他身边的人太没用，害他总是那么辛苦，我不得已才帮忙的。你可要好好反思一下。布罗尼亚会的，谢谢你，一直陪在希尔身边。都说了不要谢谢我，对他来说，你才是最重要的人。唉，在我控制身体的时候，希尔会睡去，想必这个时候，他也还在梦中担心你，叫着你的名字吧。那家伙心里有很多话想对你说，有很多事想和你去做，但他总在关键时刻畏畏缩缩，话到嘴边又吞了下去，看了真叫人着急。啊，要不干脆趁现在……算了算了，他肯定会生气的，我替他说出来也很无趣，还是等有朝一日让他亲口告诉你吧。唉，总之之后也拜托你继续照顾他了。布罗尼亚会的。好了，我可以回去了吗？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吗？什么意思啊？突然舍不得我了？除了战斗以外，你很少出现，布罗尼亚也没有和你交流的机会。就算想了解你的事，希尔不开口也没有办法。不过，今天布罗尼亚印证了心中的猜想，就算你一直说着故意惹人讨厌的话，做出夸张的举动，想让别人害怕你，远离你，但那也不是你心中真正所想。
你是希尔的另一面，你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布罗尼亚放心了。唉，是我对这个世界理解有问题，还是那家伙的天真会传染？为什么他身边都是这样的人啊？行吧，行吧，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谁叫你是希儿最亲爱的姐姐大人呢？最后一个问题，布罗尼亚该怎么称呼你？叫我希儿就好。好像没什么区分度啊，不可以叫希尔哦，不然你可以猜猜看后果。索性简单一点，需要特制的场合就用黑希尔和白希尔吧。有点奇怪，不过还算可以接受。明白了，不过现在还是沿用普通的叫法吧。再见了，希尔。下次见面时，再多和布罗尼亚说说你们的故事吧。唉，总算做完汇报了。短短几个小时，发生了那么多事。好担心自己漏掉了什么细节。细节倒是没漏，就是你谦虚过头了，对自己的精彩表现只字不提。你的贡献那么大，干嘛不告诉爱因斯坦？至少展开讲讲逃离剧场那部分吧。要是换我来，报告时间至少可以翻1倍呢。我就是不想拖那么久呀。不过，关于你的事，就那样报告没问题吗？没问题，又没说谎。你的确是靠希尔的力量打开了出路，不是吗？姐姐大人在一旁也没说什么，看来是不打算戳穿我们。我明明都已经准备好向大家介绍你了。算了算了，还是别了吧，有你一个就够我受的了。认识了你的朋友们，岂不是更麻烦？我最讨厌麻烦的事了。维持现在这样就好。没有多余的烦恼，我也只用照顾你一个，挺好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的存在，不只是布罗尼亚姐姐，还有罗萨莉亚、莉莉亚、提安娜、博士，所有关心我、照顾我的人。他们应当知道我身体里的另一个我，和我一起长大，同生共存。你是我无法分离的一部分，我们在一起才是希儿的全部。我希望我的朋友都能成为你的朋友。行行行，等我哪天有心情再说吧。没准我会突然来了兴致，抢走身体的控制权，站到桌上，一边跳哥萨克舞，一边大喊我是希尔。到时候看你那群朋友会怎么想。如果你希望的话，但最好先换身衣服。喂，你不会当真了吧？这种事只有罗萨莉亚才做得出来吧？现状比我们想的更糟呢。博士们一整晚都没合眼，大家也忙得焦头烂额。听说在执行其他任务的人也收到了返程指令，正在赶来的路上。之后会变得更加忙碌吧？你还是要继续掺和的，对吧？反正我也脱不开身，需要我出场的时候，尽管告诉我吧。说到这个，从支配剧场回来后，人偶还和你有接触吗？没有了，都那样拒绝他们了，恐怕以后也不会缠着我了吧？不过，怎么了？不，我也不敢肯定。只是在离开支配剧场的时候，有个人偶说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话，我只是有种奇怪的感觉让人十分在意。
失败了，失败了。但是没关系，没关系，朋友还有很多，我们还有很多。每个人都有无法走出的阴影，每个人都有难以弥合的裂缝，每个人都有不愿被发现的另一个自己。大家都是笼中的囚鸟，都是舞台上的伶人，都是支配之下的木偶。看吧，要开始了，要开始了，要开始了！肃静，肃静！现在我们来制定下一步战略。